去安全馆的必经之路，累了歇会儿呗。有问题吗？没问题。感谢胜利街道的阿姨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天灾无情，人有情。别紧张，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笼子里的乔青雨了，而是天上的鸟。飞吧！我们的莘莘学子也胸怀天下，心系灾区。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由环州中学选送的舞蹈《青春之歌》，掌声有请。好，在这儿等着呢。哎呀，你安静点。只要你回头，我一直都在。是不是你姐呀？啊？乔青雨，哎，怎么了？梦梦，我妈妈来了怎么办？你妈来了，那可怎么办？看见乔青雨了吗？阿姨，您怎么来？看我们演出吗？青雨在哪儿呢？青雨怎么可能在这儿啊？木木，青雨到底在哪儿吗？她怎么可能在这儿嘛？阿姨，您肯定看错了。那我可能看错了。嗯。
哎，姐，今天在台上跳舞的人是你吧？我就知道。你放心，老妈那边我已经帮你糊弄过去了。谢了。姐，你跳舞的时候还挺好看的，和乔贝玉一样好看。青雨，这里。你就坐这儿吧。就是每次特意为你占座位。没有，别瞎说。反正我们3缺1，以后我们一起拼桌吃饭吧。对啊，我们帮你占座。谢谢。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啊，以后都不许提了。知道啦。哎，青雨，不如我们吃完饭一起去小卖部逛逛吧。肥肉。V 开扁，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DCF DLF 的真题训练。那下面还剩下一点时间，老师交给你们，大家看一下本节课还有哪些不理解的知识点。明叔叔这次的事情好像闹得挺大的，你要不要关心一下你爸爸？单床啊，一定要叮嘱他术前12小时禁食，还有那个20。叶秋姐，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聊一下。叶秋姐，我爸真的跟别人说的一样，为了钱枉过人命吗？当时那个患者是个中晚期肝门部胆管癌病人，由于手术风险极高，来我们院之前被好几家医院拒收了。患者和她丈夫跪在地上，哭着求你爸爸救他们一命。院长这才力排众议收治了他们。手术很成功，但是术后出现了并发症。为了挽救患者生命，院长只好为他进行2次手术。可惜，患者还是去世了。之后，患者的公婆为了赖掉巨额手术费，诬告院长过度治疗。医院责令他停止调查。他这样做，值得吗？这个问题你得去问你爸爸。我认识的明球星，他总是沉默而坚定地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哪怕被误解、被诬陷，也绝不会为自己辩解。工作中是这样，生活中也是这样。
木木没来吗？哦，她请假了，听说家里出事儿了。妈，怎么这么晚才下课呀？老师又拖堂了。先垫垫肚子。那个木木爸生病了，我想去看看他。阿姨、清月，你们来了。木木，我们看看爸爸。还没吃饭吧？清宇，你们两个去吃点东西去。有我呢。先吃口面吧。我爸是肝癌晚期，医生说，如果化疗的话，还能拖几年；如果不化疗的话，没几天了。以前我爸发酒疯的时候，我在心里面不止一次希望他死。可是真到了这一步，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天，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他说，他之前不该糟蹋他自己。他不怕痛，他要化疗。可是妈妈说，化疗也治不好，化疗的费用太高了，家里面本来就欠债，现在的钱怎么还？清月，我要没有爸爸了，我该怎么办？今天我去医院看木木爸爸了。肝癌晚期，刀都开不了，估计是挨不了几天了。那不是说你弄什么化疗吗？花一次了几万把块钱，他们哪受得了？得了这种病，就得认命。那扔钱就是个打水漂。那可不是嘛，你到时候钱没了，人也没了，然后还得连累家里边。遭罪呀！要是我得这种病啊，你千万别给我治。你不好不得。哎呀，没事，这拿着敲敲，就敲这儿，这对身体好。哎呀，人说这个地方管好几个，什么脾呀、胃呀，什么这块的都管。我干活呢。
知道吗？38栋那老王，咋了？2发9分那个病了，肝癌。不会吧？对呀，那老王平时看了年纪也不大呀，哎，怎么会得这个病啊？你们猜怎么着？前脚老王在医院确诊，后脚老婆放话了，有钱也不给治啊。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他也不至于见死不救吧？人家有人家的难处。老板娘，一碗阳春面在这儿吃，1碗大排面，麻烦帮我装一下。好嘞，好嘞，你随便找个地方坐哈。哎，这儿清静，马上就好。阳春面、大白面。阳春面。来了，谢谢。这是大排面。我没点肉，吃吧，没事儿。身体最重要。老师，我来帮你弄吧。红丝带。乐凡老师，你也是志愿者？对，我主要为受助对象提供一些心理辅导，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家庭和社会。怎么，你想了解了解？这样吧，我们每周6都会举行志愿活动，随时欢迎你。看到王木木了吗？哎，王木木，啊，怎么了，老师？你姑姑打电话让你赶紧去医院。家里什么情况，你们是知道的，逼我也没有用。你们家有困难，我们也是知道的。在来的路上呢，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哥的那个治病钱啊，我们姐妹俩先借给你。那木木她学习成绩也好，将来一定有大出息。不行，木木才多大，你们就要他替他爸背债，我不同意。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难道你真的要我儿子死啊？那我们来这儿是要解决问题的，咱是一家人。连累木木的事儿我是不会做的。这病我们不治了。你儿子要是给我3长2短，我给他抵命。哎，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呢？啊，怎么回事啊？这样做干嘛呢？这是医院，要吵出去吵。不好意思啊，没吵。啊，谢谢姐。刚才那家人你认识啊？啊，是我从小到大的邻居，就住在爷爷家对面。之前求我爸收治的那个患者，也是那样。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命运往往都是由家属和医生决定的。他们的希望或是绝望，往往就在这两者的一念之间。啊，对了，一条我已经定好时间了，你爸爸的医疗纠纷调查就定在下周。姐，我拜托你帮我查了东西呢。谭甜甜去世以后，她丈夫再也没有露过面，手机也打不通。倒是姨婆来医院闹过几回，不肯支付医药费不说，还要求医院赔偿。你爸的医疗纠纷调解也是他们申请的。你们就没试着去找这个谭静静的丈夫？找了，没结果。有件事挺奇怪的，
我们科室最近收到了一包现金，用来指定支付谭倩倩的医药费，但不知道谁送来的。姐，来找你件事儿啊。对你爸爸保密。我知道。医生，其实你跟你爸很像。你没带伞啊？是啊。你呢？我也没带。你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呀。我这次考试考了年级前50，我还交到了新朋友。你呢？我听说了你爸爸的事情。就是个医疗纠纷，也不是1次2次了，没什么问题。那就好。你最近我准备报考巴黎大学医学院，所以后面会全力以赴的为留学做准备，可能就不去学校了。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祝你一切顺利。雨小了，我先回家了。哎，等一下。说没带伞，是骗你的。既然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借了的东西就还不了了，我就不借了。说你这孩子，成天糊里糊涂的，做事也不知道动动脑子，每天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没错，你跟木木是好朋友，他爸爸得病了，应该去看一看。那你去1次就行了嘛，3番2次的往那儿跑，那是医院，有那时间多做点卷子行不行？木木也怪可怜的，他爸早不病晚不病，非赶上孩子高考的时候病，把孩子都给耽误了。妈，你说人一条命值多少钱啊？10万、20万还是30万？还是不同的人价格不一样？那你说我的命值多少钱？乔贝宇的命又值多少钱？其实2年前我来环州给你们送衣服，我碰到乔贝宇了。他当时跟我说，我把爸妈还给你，好吗？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知道家里人不要他了？
睡觉。妈，你在这上面干什么呀？啊，快来吃饭，一会儿送你去学校。妈呢？啊，那什么，店里有事儿，先过去。爸，你觉不觉得我妈有点不对劲啊？我昨天晚上看见她一个人站在天台上，好像是梦游了。什么梦游啊？她这是年纪大了，她更年期，然后睡不好觉。不止一次了，上次在南桥村也是。行了行了，你这小孩别胡思乱想的，快吃，上学迟到了。快吃吧。哎呀。你看我说不能，你看我说不能去吗？啥呀？哎，可以可以可以。啥呀？阿胜啊，你大中午的把我们叫过来陪你打球，你一个人坐在这看什么呢？还琢磨呢？我总觉得医院收到的那笔钱和这个患者的丈夫有关系。我找到了他家的电话，但对方什么也不肯说。这挺奇怪的啊，一边给医院还钱，又一边让医院赔钱，多矛盾啊！家属电话都让你找到了，好办，叫声林哥，林哥帮你想办法。林哥。好的，稍等我记一下。我们每周六都会举行志愿活动，随时欢迎你。干嘛？想不想要我的零花钱啊？想要是想要，你又要干嘛？帮我一个忙。
你好，我是芳芳，是这里的志愿者。你叫什么？我叫乔青雨。乔青雨，那我叫你青雨吧。青雨，你是第一次来吗？你不用不好意思，来这里的都是需要帮助的人，承认自己需要帮助啊，是迈向治愈的第一步。不是，你搞错了，我不是那个。你放心，我们对求助者的身份啊是严格保密的。芳芳，青雨是我的学生。来，我们机构是由艾滋病防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自愿组成的专业性社会团体，是政府联系社会力量参与到艾滋病防治的桥梁和纽带。目前呢，我们这里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130多人，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还是会抽出时间去全国的各个地方做一些防艾宣传。同时，我们还会对 HIV 暴露者提供阻断咨询，尽可能帮助他们减少感染的几率。除此之外，我们每周6还会举行预防艾滋病的公益讲座。来，艾滋病是一种慢性疾病，艾滋病病毒感染人体后，如果不经过任何干预和治疗的话，感染者的寿命一般为10年左右，而进入发病期不经治疗的话，患者可能在12至18个月内死。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由艾滋病病毒引起。HIV 是一种能攻击人类免疫系统。张医生今天辛苦了。应该的。这是传染科医生张晓辉，和我一样，也是我们协会的志愿者。这是我的学生乔青雨。哎，你好。青雨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那你们先聊。那个张医生，如果一个感染者病情发现的早，在发病初期有规律的服药，请问是什么原因可能导致他短时间内病情加剧恶化，甚至死亡？一般来说啊，这种情况的患者的寿命会极大的延长，突发死亡的可能性不太高。我认为这个患者的死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你是说，可能不是死于艾滋病？回来了。哦，我回来拿一些换洗的衣服。哦，那兜里的是脏衣服啊，搁这儿吧，我给你洗了。你在给它梳毛啊？打扮打扮。我发现了，你对这个狗给它伺候的比小时候对付我还有耐心。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它比你可爱啊。哎，我听说你的医疗纠纷的调解定在下周。你就不要操心这个事情了。你当下首要的任务啊，好好学习，把语言关给我过了啊。哎，我才懒得操心呢。后悔吗？后悔什么呀？治疗那个病人。我不后悔，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状况，我还是会这么做的。这个衣服不会是你给他买的吧？那当然是我买的呀。本来挺乖的小狗，你看你这品味，丑死了。小狗，我爸说你比我可爱，是不是？哎呦妈，好臭！哎，给我！
妈，你们怎么还没回家？姐，是我，咱妈进医院了。啊？今天晚上你们最好轮流看护一下啊，以防病人他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爸，怎么回事？妈怎么突然病了？目前病人生命体征平稳，病情稳定。这次晕倒的主要诱因是服用了过量的帕罗西汀，你们家属一定要注意看护，更要注意药物的用量。帕罗西汀是什么？他为什么吃帕罗西汀？怎么，你们家属不知道吗？帕罗西汀是一种抗抑郁的药物，病人患有抑郁症。药给你带回来了，按时吃。知道了。别到时候又腰疼背疼。知道了。爸，妈生病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其实那个去痛片的瓶里边装的是帕罗西汀，就是治疗抑郁症的药。还有他不是总说肩膀疼吗？那都是抑郁症引起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应该是在小贝走了不久之后吧。那时候刚过完正月15，你跟小雨还都在顺延，我和你妈就带着小贝的骨灰回了南桥村。裴玉啊，你是不是恨我和你妈呀？我要是你，看到我的亲爹亲妈又生了弟弟妹妹，把他们养在身边，把我放在爷爷奶奶家，那就说明我的爸妈觉得我一点都不重要，是不是？那我要是没那么重要的话，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对他们来说，那就无所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呀？不是吧？人已经不在了，你不能这样啊，凤凰。咱们得好好的，咱们还有晴雨跟小雨呢，咱们日子得继续啊，好好的，好好的。睡吧。本来爸妈是不同意小贝进祖坟的，还是我和你大哥，我们俩好说歹说的，爸妈才松了口。不过爸说了，进祖坟可以，碑就不要立了。可不是吗？立个碑不是让人笑话吗？闭嘴！
好。你这大半夜的跑这儿来干嘛呀？啊，这是。怎么冻坏了？干嘛呀？睡觉，你弄开！你别闹了好不好？小北已经没了，他死了。咱们回家吧，好吗？我不行。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回了顺源以后，我就带他去了医院。阿姨，医生还有话要交代你老公，我先带你去取药吧，跟我走。你爱人呢，现在是属于轻度的抑郁障碍，主要表现为情绪下降、自卑自责、行动迟缓、对事物丧失兴趣、精力降低等等。这个病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睡眠障碍、体重降低、躯体疼痛之类的。作为患者家属，我们除了要监督病人按时吃药，最重要的是要接受病人的表现和情绪。陪伴病人，不要过多指责，不要激怒他，以开导和劝说为主。抑郁症是属于病态，家人陪伴、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了吗？嗯。行，那我把一些注意事项给你写下来，你回家要记得。你妈的要强，不想让你们担心，所以呢，这事儿就当做不知道。喂，後生仔，你第一次來我們這裡啊？哦。你是來旅遊，仲係玩親車啊？都不是，我是來找人的。一個人啊？哇！依家啲後生仔真係不得了啊！你確定你要玩嘅喺呢度？有冇搞錯啊？沒錯，就是這。師傅，停在這兒就行了。啊好。唔該晒啊！誒，後生仔，你要注意安全啊！謝謝啊。哎，你好，找邊個啊？我想找一下這個人，您看看，是在這兒。啊，喺邊度啊？我帶你揾他。哎，謝謝。過嚟，過嚟。謝謝啊。你好，我叫明胜，是环州人民医院明秋欣的儿子。嗯。调解员和患者家属都到了。
需要我怎么做？一会儿的调解会上呢，希望您能跟患者家属做一个简短的道歉。具体道歉的内容我已经写好了，您看一下。其实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除非说患者家属主动撤销投诉，反过来向我们道歉，否则明院长肯定是要受些影响的。我们争取把这个损失给降到最低。好，我心里有数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吧。好。明院长，明院长，谭倩倩老公，明院长，我对不起你。那个时候，从县里到环州，没有一家医院肯收我老婆，一个个都让我们回家等死，只有您愿意为我们担风险，给我们2口子希望。开刀之前，我老婆和我说，不管是生是死，明院长都是我们的恩人。我老婆死了以后，我掏不出医药费，实在没脸见人，我就偷偷跑到外地打工，想早点把这钱还上。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家里人能干出这种事啊！我虽然读书不多，但我也知道这世上没有恩将仇报的道理。明院长，您放心，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撤销投诉的，绝不能让您再受委屈了。语言课老师找我告状，说你已经有好几天没去上课了。他们教的那些东西我都会了，不想去。我还以为你跑去找病人家属了呢。你都知道。儿子，谢谢你。哎，你别谢我，我不稀罕你的谢谢。我还是要谢谢你的。你怎么找到这儿？你小的时候有一次跟爷爷赌气，离家出走了，就在这棵榕树下睡着了。是我把你抱过去的。我一直以为是爷爷呢，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这个小子，打小就不让人省心，总是变着法子折腾大人。你得了吧，从小你都早出晚归的，我都见不到你人，我哪有时间折腾？有一次，我做了一整天的手术，把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就想回家躺会儿。回到家里掀开被窝一看，满床都是湿乎乎的方便面，把我给气的。我当时就决定，罚你1个月不准看动画片。你哭的那点伤心啊，惊天动地的，这事儿你还记得吗？我当然记得了。那天你下班很晚，我怕你肚子饿，我就把家里最后一包方便面给你泡好，等你回来吃。但是到最后我都快睡着了，你都还没有回来。我又怕面冷了，我就把面给捂到被子里边。我当时哭呢，不是因为闹脾气，是因为我觉得很委屈。
这事儿我倒从来没听你说过。现在说也不晚。现在说也不晚。我们听说了吗？民生办的那个医疗纠纷，患者家属不光撤销投诉，还登报道歉了。真的假的？这么大反转？青雨，你跟民生熟，知不知道什么疫情啊？我跟民生没有很熟。得了吧，傻子都能看出来，明胜可没把你当成普通同学。你今天怎么？我怎么不生气？本人就正式宣布一下，我有新的目标了，现在只想好好学习。我读你这次不超过半年。青雨，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吧。下次吧，我有点事情。咱俩去吧。哎，青雨，你来的正好，这个表正好要你签名存档。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正式成为我们协会的一员了。欢迎你，乔青雨。我们最近在做一些救助活动的成果展示，文字部分已经做好了。这里是往年的一些志愿者活动照片，你找一些契合文字贴在上面就好了。行，那我先去忙了。其实，在学校里看到你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想，你会不会是乔贝雨的妹妹？乐凡老师，您认识乔贝雨？我们经常在协会做妨碍宣传，我和贝雨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只要我们在的日子，贝雨总是会出现。乐凡医生，贝雨来啦，我先接个电话。每一次他都努力的和我们一起帮助别人，直到那天。喂，小贝雨吗？好久不见啊，有没有想哥哥？今晚老地方等你啊。乐凡医生，我先走了。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出事了。后来我经常在想，如果当时我能叫住他，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呢？乐凡老师，您知道乔贝雨是怎么死的吗？你不知道今天有多突然。中午那会儿，爷爷奶奶打电话回来，说想让我们回去看看，还说他知道咱爸妈不容易。哎，都是一家人，过去就过去吧。乔青雨同志，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我不干了，我不会再帮你打掩护了。你给我多少零用钱也没有用，就你那点钱，还不够我精神损失的呢。乔贝雨不是病死的，是自杀。病情发现的早，又一直按规律服药。其实他本来可以活很久的，有人把他的情况和个人信息发到了网上。
你找谁？是乔贝宇吗？喂，你找谁？这是不是乔贝宇的电话呀？你打错了。没想到还真能打通。别再打了，能不能别再打？你让贝宇接电话，怎么还病了呢？怎么样啊？我求求你，别再打了，行不行？从那以后，他没日没夜地收到短信、电话，有流氓趁机骚扰他，更多的是那些自诩正义的陌生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羞辱他、贬低他。他从环州艺校退学了，最后，在小年夜，他悄悄离开了医院。他胆子那么小，他怎么敢？也许对乔贝宇来说，活着比死让他更害怕。我现在算是理解，为什么爸妈觉得息事宁人、隐瞒真相是对我们最好的保护。因为流言蜚语真的能杀人。他当着爸妈的面杀死了乔贝宇。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散播谣言的人，他才是压垮贝宇的最后一根稻草。同学们，放学之前我说个事儿啊，后天就要高考了，我们学校也是考点儿，所以大家在离校之前一定要搞好教室的卫生，听见没有？听见了。你们抽屉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啊，要么带回家，要么直接就扔了。还有，桌子上这些小抄，啊，都给我擦干净了啊。哪有小抄啊？你别冤枉人。叶子林，你那一桌子化学公式当我没看见呢？我平时我不说你们，是想给你们留条生路，好吧？总之，桌子都擦干净了，班长负责检查，保证完成任务。金宇。
这是我总结的高考重点。这都给我，拿着吧，我后天就要高考了，这些都用不着了，留着慢慢看。谢谢。秦宇，我决定给爸爸治疗了。我向姑姑们借了钱，立了字据，一共20万。你想清楚了？嗯。我这么做不是因为外面那些闲言碎语，而是我发现我还是爱爸爸的。我想救他，我不想后悔。你借钱给爸爸治病，你妈妈会答应吗？其实我觉得我妈妈不是因为心疼钱，是不想拖累我。如果生病的是她，她也会选择放弃治疗的。青雨，其实我一直都很羡慕你和明生。你们有敢于挑战世界的勇气，也有面对后果的担当。从现在起，我也要做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人。妈，哎，妈，你脚怎么了？啊，没事，崴了一下。青雨，那次你妈妈来医院找我妈妈，为了安慰我妈妈，她讲起了以前的事情。她说，你姐姐去世之后，她差点从医院的窗户跳了下去，崴了一下，不要紧的。幸好有2个路过的护士拦住了她。走走走，走啊！我来吧。你也不能，你能带人吗？我都长大了。行，车多啊。他还说，要不是为了你和弟弟，他早就跟着乔贝宇去了。青雨，我觉得你可能错怪你妈妈了。我觉得你妈妈很爱很爱你的姐姐，只不过有时候大人的爱藏得很深吧。吃完饭赶紧写作业啊。碗不用洗，直接放水槽里就行了。晚上回来我收拾。妈，你翻来覆去说好多遍了。哦。那我回店里了啊。钥匙在这儿。妈，你以后别给我送饭了，我自己会做，也不用接我上下学。你要是不放心，你就打电话回家，看我有没有按时回来。以前是我不懂事，我不会让你操心了。
觉得青青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你说每天店里这么忙，你还接送他，这多累啊！是啊，小沈。金瑞的事儿都过去那么久了，青青已经长教训了。哎，你们上次不还说他期中考试又进步了吗？喂，你好，荞酱面馆。老家来电话说，爷爷半夜上厕所的时候摔了一跤，都站不起来了。现在他们人手又不够，所以呢，就让你妈回去帮忙。那妈还生着病呢，那怎么能让一个病人照顾另一个病人？谁病了？我没病。钱放小包里了哈。这当初不是说好了吗？爷爷奶奶的老宅归大伯他们，以后呢就跟着大伯养老，咱们家跟二伯负责出钱。怎么现在又出钱又出力的？有些事儿你们小孩不懂，那一家人哪能算那么清楚？你要这样算的话，你说你当初那么一闹，你把你今儿哥工作都闹没了，那说白了还是我们欠人家的。我就是觉得不回去有点不像话，而且爷爷奶奶也说了，确实对我们很愧疚，一家人嘛，大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咱们一家的根在南桥，老了，我跟你爸还不得回去？再说，你姐还在那儿呢。这下你可彻底解放了，再也没有人像看犯人一样看着你了。你觉不觉得，南桥村就像一根长长的绳子，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只要它轻轻一拽，就会被拉回到原来的地方。好像我们越努力地跑，就越可笑。我好像有点懂了。在团体赛上遇到一些非常强的对手，我单打跟马放啊，好，来来来，你们也放，不是放味道，对对对。哎，你也来点。金远啊，你妈回老家也都快2个多月了吧？怎么还不回来呀？我爷爷的病一直反反复复的，离不开人。所以说老年人嘛，最怕摔跤了。哎，你们听说了吗？昨天晚上老王走了。哪个老王？就我们小区那个你的好姐妹王木木的爸爸呀。所以说呀，好好活着吧，健康最重要吧。干净的床单被罩在我屋柜子里啊。电蚊香早晨起来要记得拔掉，不然太危险了。还有，空调不要开得太低，开个25、6度就行了，开得太低费电。知道了妈，我挂了。铺好了没？哎，姐，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变好了，对妈特别有耐心，特别孝顺。
你是不是假的，乔青雨？你看我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老味道。小时候，爸爸接我放学的时候，都会给我买一瓶，妈妈不让喝，偷偷喝完了才回家。这个是我和爸爸之间的小秘密，妈妈不知道。这几天，我一直忙着在医院、殡仪馆、墓地来回跑，我才知道原来人去世了，有这么多事情要办。我去派出所把爸爸户口注销了，现在户口本上就只有我和妈妈2个人了。昨天晚上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爸爸一直留着我小时候给他做的生日贺卡，一共有7张，从3岁一直到9岁的。再后来，爸爸生意失败了，我们家的生活就彻底改变了。看着那些贺卡，我就想，要是时光可以倒流，回到小时候，那该有多好。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被燕北大学录取了。恭喜！我准备带妈妈去北宁了。给爸爸治病借来的钱还剩了一点儿，姑姑们都说这钱不用还了，让我带着这笔钱去北宁，跟妈妈安家。那你还会回来吗？我也不知道。我在环州，没有家了。那我想你了怎么办？可以给我打电话呀，也可以给我写信。等你毕业了，也可以去北宁找我玩。我不会忘记你的，你也不能忘了我。我保证。清月，其实我一直很崇拜明胜。那次劝你不要接受明胜，其实我是有私心的。我知道。你知道？下班了啊，辛苦你们，拜拜。小黄，我先下班了啊。好，拜拜，拜拜。哎，对了，哎，小黄，那个6床的老人一直没有人陪护，你去问一下护工站什么时候能派个人来。好。啊，麻烦你跑一趟啊。叶秋姐。哎，又来等你爸一起下班啊？嗯。哎，你那个语言班不是包住宿吗？怎么最近天天往医院跑啊？哎呦，我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就我爸一个人，我这叫关爱独居老人。哎，燕秋走了吗？好像刚走。哦。哎，护士长，让给燕秋姐介绍对象呀？是啊，我都跟她说了，让她等我的。哎，张阿姨。哎，林少，你看到燕秋了吗？
没看一眼。一说给他介绍对象啊，跑得比兔子还快。张姨，这都是你给燕秋姐物色的对象。是啊，哎，你看看啊，这个985毕业，公务员，一表人才。公务员啊？对呀。哦。还有这个，你看，虽然学历低点，但是家里是拆迁户，分了好几套房呢。哦，这个长得很帅啊。那不是很有钱？还有这个，他父母啊都是大学老师，那以后啊一家人一定相处的非常融洽，对不对？对。还有吗？哎，我跟你个小孩子说这么多干嘛？我去找燕秋了啊。行啊，张阿姨，拜拜。哎，拜拜。走了。吓多了，护士长太吓人了，快走。燕秋姐，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刚才那几个挺优秀的，是我都心动了。信不信我揍你？但实话实说啊，你不肯相亲，是不是因为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还真有。那你得好好加油，争取早日脱单呢。感情的事儿，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的。你长大就明白了。爸，你怎么来了？吃过饭了吗？吃了。哦。我刚才在外边碰见了张阿姨，给燕秋姐介绍对象。你别说啊，那几个男的还挺优秀的，我觉得燕秋姐应该挺心动的。看不出来你还挺八卦的。我怎么八卦了？我这是担心啊。你说燕秋姐那么的温柔善良，人畜无害的，要是她被外面那些男的给骗了怎么办？你说的是我认识的方永秋吗？哎呀，你别跟我转移话题。我问你，要是燕秋姐真的喜欢上了别人，你会怎么做？要是她真的有了自己喜欢的人，我会祝福她的。环州市先进医疗工作者表彰大会。爸，我陪你一起去。